每個人在決定買下那輛車的時候，往往不是因為它的參數有多無敵，而是因為一個極小的瞬間，也許是光線照在車身上的那一刻，或者是某個功能剛好解決了你的痛點。今天我想聊聊小米玉7 GT， 在駕駛它穿過上海的車流之後，真正打動我的就是那簡單卻切中要害的細節。這輛車有3個圈粉我的地方啊，第一個就是外形，第二個是 CarPlay 的這個可以分屏，第3個就是它整個底盤給你的感覺。然後說這個1000多匹馬力這樣踩下去，沒有準備好的人會覺得有點頭暈呢。好，我終於開到玉7 GT 了哈。我覺得這輛車的動力我沒有什麼好評價的，因為1003馬力，1068牛米的這個扭矩輸出，你還能評價什麼呢？而且我覺得電動車又不像內燃機車輛，就是雖然都是500匹的內燃機車，但是呢，V6、V8、V12，或者是你改裝的這個直6、直4這種感覺啊，每一台都是不一樣的。但是電動車我覺得就是快。那這輛車其實是有6種駕駛模式啦，4種是預設的，2種是自定義的。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呢，它的這個切換駕駛模式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會顯示出現在到底輸出是有多少馬力啊？那其實我是蠻喜歡這個設計的。當然說真的，我不是很喜歡這個運動模式或是這個運動增強模式的這個模擬聲浪啊。大家可以現在聽一下，它現在有個模擬聲浪，其實蠻大聲的。哦，我實在是不太喜歡啊，因為我覺得電動車配這種假聲浪，像 IONIQ 5N也有，感覺很像。不過這個大家喜歡就好，現在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社會嘛，對吧？之前有開過玉7 Max， 那 Max 我認為它的表現啊，還是比較偏向家用的一個感覺。雖然說它的動力也的確是蠻猛的，但是呢，它的減震啊，明顯就是比較偏向舒適性啦。那轉向手感，因為它有這個可變轉向比，所以呢，整個給你的感覺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明快哦，或者是說比較沒有那麼的銳利。它的車頭的這個指向性，我覺得是蠻勤快的哦。這樣子稍微變個道。哦，雖然說它沒有這個48伏的這種主動式的防傾桿啊，但是呢，我覺得也夠了，也十分強大了。我覺得還有就是它減震器、避震器的這個反應啊，我真的是蠻喜歡這個反應的。雖然說它的整個感覺是讓你更向性能車靠攏，你不會覺得說很不舒服。特別是什麼呢？特別是你在經過一些比較爛的路面的時候呢，你會覺得說，它給你的那低下衝擊其實是經過修飾的，而不是那種剛度過剩的這種感覺啊，那種低下給你一種很銳利、很尖銳的這種彈跳感，並沒有，它其實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很圓滑的曲線啊。當然，你就算是舒適模式之下，雖然說真的變軟蠻多的，你還是會感受到路上的一些路感這種感覺。所以我覺得這是一輛性能車應該要做到的，因為像極氪 8X 它的底盤調教真的非常的好，但是呢，它給你的是一種非常悠游自在的這種感覺，跟玉7 GT 這種非常緊實的這種感覺又完全不一樣啊！你們如果有興趣，其實可以去試駕一下。這個就算你慢慢開，在這個日常道路開，一樣都能感受得到。有人說玉7 GT 的避震器太硬了，家用可能會稍微有點辛苦啊。但是本人啊，畢竟是開着 FL5 上下班通勤的人啊，所以我覺得玉7 GT 是非常的舒服。可能後排的震動會稍微大一點，但是前排我覺得我蠻喜歡這種有點路感啊，但是呢，不會讓你造成困擾的這種感覺。它的避震的這個阻尼設定，我覺得也非常的不錯，因為它的是雙向阻尼可調的，壓縮跟回彈都可以調。所以說，當你去遇到一個這種飛坡的那種橋面路面的時候，你第一下不會有這種很強烈被拋彈起來的這種感覺，然後在落地的時候呢，也不會覺得說我整個人好像重重的被摔在地面上啊。這一點啊，如果是有改這種短行程的改装避震器的人，一定非常有感覺，因為這種短行程的改装避震器啊，就很容易出现你落地的那一瞬間是嘣那種摔在地上的感覺。但是這樣子不會，因為它升降的速度夠快，其實避震器能夠很及時的承托住。這懸架的支撐性不錯啊。當然，它還是有一些側傾。我們現在是運動模式，在彎中遇到這種比較不平的跳動的時候，其實車輛的穩定性是維持得很好。我現在是在個性化1，我把避震器調到最運動的狀態。你在這種彎道的時候，你會覺得，因為這個彎其實彎中是有一些伸縮縫或是不太平的地方啊。它跳的第一下，它不會說讓你的整輛車好像壓到不平的地方會橫移到旁邊，不會。它其實對於彈跳的這個抑制呢是非常好的。在這種激烈駕駛的情況之下，它的這個側翼是會夾緊你的。這一點我倒是覺得挺神奇的。它的反應很快哦，不是那種你都已經轉完了，它還在那邊慢慢夾。
我覺得這輛車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於說它的這個側傾還是什麼，是你能感受到這輛車它現在的一個狀態。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對於性能車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素，因為你跟這個車才會有一個溝通的感覺，而不是傻快愣開這種感覺。這輛車會讓你想要開快，因為你跟這輛車其實是有溝通感的，你不是說完完全全的就是覺得車好穩，然後它到底有沒有即將要邁向極限或是跨越極限這種感覺，你不知道啊。那這輛車多少會給你一點輪胎抓地的，到底是不是要跨越極限的這種感覺？那當然啦，我覺得現在新車的方向盤手感都非常的欠缺，不像古早時候那種液壓轉向機，會讓你覺得說，我的車頭是不是快要丟掉了，快要不行了？那現在的新車其實電控很強，所以它可能也不需要給你這麼強的一個轉向手感。還有這輛車剎車我特別喜歡啊，因為我覺得很多新能源車的剎車腳感其實你日常慢慢開覺得還可以，但是一旦你開快，那個反應就會變得很慢。就有時候你開快，你第一脚下去，你會覺得说，怎麼這剎車這麼反應這麼慢呢？但是這輛車我覺得它也不是那種反應非常靈敏，你第一腳下去就像撞牆一樣啊。但是相反的，它其實蠻可控的，你給多少它就剎多少，而且它的腳感是有回饋感的，而不是這種虛無縹緲踩下去軟趴趴的，你也不知道到底踩到什麼東西了。那其實今天是蠻可惜的哈，因為最近江浙滬都在下雨，我本來是想要開到四明山的，但是呢，好不容易今天天氣好了，但是我要還車了啊，等一下這輛車就要開去還了，所以我很可惜的沒有能上山跑一跑，能感受到這輛車 ELSD 的功力。其實我覺得要感受到 ELSD， 應該去賽道上去試一下，但很可惜沒這個機會。我覺得有朝一日我一定要開這個車上賽道，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這輛車。開始學微泊車啦，將沿路線前往目標位置。現在中國大陸車廠的電子電器架構迭代的太快了，智能駕駛輔助早就不再是少數車的專利，也不用像特斯拉那樣還需要花大錢買斷甚至訂閱。在預期上，這是全系標配的配備啊。老實說，幾年前我也不太相信這些東西，但是有時候你不得不佩服這些高度電子化的車輛能 OTA 升級，進而帶來無限可能。這輛車只走過一次我家的地下停車場，它就能自動記憶你的車位，開進車庫，尋找車位，一氣呵成。最聰明的是，要是原本的車位被占了，它還會自己應變，重新規劃去停旁邊的空位。即將泊入附近空車位。车停好了，注意拿好隨身物品。連出庫也是同樣的輕鬆寫意。即將到達路線終點，請提前接管。預期 GT 啊，也有人念 YU7 GT 啊，不管，我喜歡念預期 GT 啦。那預期 GT 這輛車的出現呢，我個人是蠻佩服小米的，因為事實上呢，廠家呢推出這種性能車啊，主要是為自己的車系啊立一個標杆、一個象徵、一個圖騰在那邊的啊。一般為什麼豐田最近一直搞這個 GR 家族，對吧？那這輛車其實大家或許都已經知道了，比一般版的預期要寬一點啦。然後呢，這輛車通風孔道都是真的哈。我知道大家一定要講一些我不能在這邊講出來的事情啊，但是呢，說真的假的又如何呢？你們知道嗎？很多日本車，像是 Supra 上面的通風孔道幾乎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說這個真假呢，大家爽就好了。你覺得真的比較重要，那就是去買一輛有真的通風孔道的車啊。一般我們講 SUV 都是那種又大又厚又重啊，但是這輛呢，我感覺。雖然說外形可能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爭議啊，但是看到實車之後，尤其是這個車裡紫紅，我覺得非常有質感。而且我們現在把懸架降到最低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這輛車其實跟這個 SUV 不太像，反而像一台大鋼炮，整個線條的比例啊，這種流暢度都非常的好啊。因為這輛車把前備箱蓋做得特別的長啊，沒有像很多電動車為了要把這個車內的
空間拉到最大，所以說啊，稍微把這個車頭的長度壓縮一點，所以說這輛車的比例是非常好看的。前後的下包圍，我們台灣人喜歡講氣霸啦，好，前後的下包圍，它的造型是有一點往外擴、往前伸啊、往左右的這種延伸的感覺，所以這輛車看起來會更加的低趴，更加的有這個氣勢啊。那當然呢，它的後面呢還有一個擴散器啊，這個擴散器是可動的。我覺得不管有沒有實質上的效果啊，總之呢，男人嘛，男生啊，就是喜歡這種可以動、可以變的這種東西啊。那這輛車其實在外觀還有一些小巧思，我覺得不是什麼很了不起的發明，但是呢，也的確是照顧到每個用戶的需要啦。好像是這個前備箱怎麼開呢？然後很多某系、華系的車、微系的車就是這樣敲2下，它就自己打開，或者是你可以在車內裡面啊。用語音控制把前備箱打開，但是這輛車呢，除了你可以語音控制之外，你下車在駕駛座左側的翼子板上按一下，它有個開關，它就會自己打開了，其實也是蠻貼心的。那還有就是這個充電孔的這個蓋子呢，我覺得雖然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一個發明，但是很貼心哦。它的快充跟慢充是共用一個蓋子的你如果常用快充的話，你就把它蓋到慢充上面，就不會出現那種常常有人在充電站充完電之後沒把它蓋上去，直接合上夾着這樣一路掛在那邊走，或者是直接把這個蓋子搞丟了是不是非常的貼心？好，那車內呢，其實跟一般版的預期有點大差不差。當然呢，这種新琴鍵、氛圍鍵是有很多啦，像是這個紅色的縫線，還有這個碳纖維跟翻毛皮一起混搭的這個方向盤，而且它也是有一種這種賽車感的那種方向盤。快樂的按鍵就在這邊，一轉一按就有。那這個轉起來的阻尼感，我也是覺得非常的不錯。那預期其實有一個特色，就是這個天際屏啊。老實說，我並不是非常喜歡這個天際屏，我比較喜歡你乾脆就給我一塊真真實實的液晶屏幕給我連成一條，哪怕是分的也沒關係，因為這個天際屏其實也是3塊分的左邊、中間跟右邊但是這個天際屏有一個好處，就是它自定義的範圍非常的廣。然後呢，這個椅子的腿部的側翼，我覺得高低呢是比較剛好的，比較低一點因為它畢竟是一輛 SUV， 它不能像我那樣太爬因為它的腿部的側翼太高，整的你下來呢都很麻煩。那來到後排其實這輛車後排的這種舒適性，我覺得是有至少它的坐姿、它的椅墊是正常的，不會說給你一個特別短的椅墊，讓你看起來腿部空間很大。那這是用一個玻璃車頂，那它的這個亮度是可以調的但我覺得它調的速度有點慢，你可能要等個2-3分鐘才會慢慢變暗或是慢慢變亮這一點我是覺得可能是它這個玻璃比較大啦，所以它變色的速度比較慢一點那其他部分呢，這邊也有一個屏，而且這個屏呢其實也能拆下來，小米嘛做手機的，這肯定要給你拆下來不過裡面的並沒有什麼太多的功能其實就是後排的空調這些的調整的功能，還有這個多媒體，其實我是覺得就還好該有的都有那這輛車其實呢，我覺得還是一個比較偏向前排導向的這個車型因為前排這個氛圍感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錯。那後排也不是說不行只是你想要那種非常豪華那種翹着2郎腿，那這輛車可能不是那麼的適合你但是該有的照顧絕對是一樣不缺的啦。對了，我又差點忘了講，這個後排其實是有個冰箱的，在這裡按一下它彈出來。那這個制冷的這個幅度跟制熱的幅度，我就直接打在熒幕上不過呢，這個冰箱是不能用語音把它叫出來的，你必須下去按一下。其實也没有多麻煩啦，但是我知道現在大家都喜歡用語音控制一切嘛，对吧？不可免俗的，我們還是來看一下車內的空間。後排細部空間2拳，其實以3米的軸距來說，表現一般般啦。頭部空間1拳多一些。貼心的地方是後排座位右側下方有一個抽屜，駕駛只需要轉身就能夠拉開，能放一些小東西。前備箱容積141公升，底下有2個排水孔。後備箱容積660公升，椅背能夠電動放倒。下面還有一個很深的空間，能讓你塞不想給別人看到的東西。在外網的朋友比較不知道，現在在中國大陸这些車它的娛樂系統有多強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是不是很漂亮，渲染的效果不錯，而且完全不卡，有很多功能其實都藏得蠻深的。我們像看它的這個功能表列表，你是不是覺得其實如果我真的要一樣一樣點進來，其實是很麻煩的。我開車哪有這麼多時間那邊又看路，然後又低頭，又看路又低頭。所以現在因為這種高度集成化的電氣架構系統，你可以用語音去控制它，不管是車輛的高度，或者是說車輛的駕駛模式。然後這賽道大師其實是這樣的它會內建很多賽車場，然後呢，你可以去看你的這些東西，然後還有這什麼耐力模式、排位模式等等等等的。其實這個氛圍感做的還蠻夠的。我覺得不會比 Ioniq 5N 差。這輛車我覺得給我最快的地方並不只是那1000多馬力的震撼，
老實說，我並不是一個電動車的愛好者。對於我而言，我有時候反而是比較沒那麼喜歡電動車。開到17 GT 之後，我覺得我有被圈到粉，因為你真的很難去抗拒這麼大的動力。然後呢，底盤的表現，還有日常的這個使用，也都是非常的恰如其分，好嗎？恰如其分。